咱们一会儿回到家之后，还得把乘法口诀表再背一遍啊，好多你都没记熟呢。哎，穿这么正式，你是干嘛去了？我现在已经去一家自媒体公司上班了。自媒体公司？怎么没听你说啊？也是最近才决定的事儿。我以前也做过自媒体，虽然我也不太懂历史啊，但是怎么更好的经营自媒体，我还是有点经验的。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给你发些资料啊。好啊，谢谢。不客气，那我们先走了啊，跟叔说再见。拜拜。看什么呢？你们那个公众号吗？有没有什么10万加的好文章啊？10万加的，10万加也不代表是好文章啊。我只是看你看的那么认真，以为有什么好文章呢。怎么了，儿子？李奇？晚上回来吃饭吧，用不用留饭？不用。爸爸带你去看展览啦？对啊，静雅也去了。我以为一般人都不喜欢看这种展览。那是你。我最近也看了挺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的，真的，什么职场妈妈的生活状态，还有社会制度、心理成因什么的。我现在终于能够理解很多高学历的妈妈选择回家带孩子的原因了。看起来好像是自由的、自主的选择，但其实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。这个社会对职场妈妈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，所以现在好多女性都选择不生孩子，啊，甭说2胎了，1胎都不敢生。你比如说我吧，如果没有这个意外，我李小天这辈子都不可能生孩子。你别笑，真的。书里面好像说这是对女性的母职惩罚，反正啊，最后的结果就是全社会为低生育率买单。其实职场妈妈也不是只有我这一种，你看人家董总，一天24小时，全年365天，全勤无压力啊。是，董总是董总，那董总跟我一样吗？他有一个好老公啊。所以每个人要面临的问题不一样，我觉得你能处理好的。当然了，工作跟家庭是很难平衡，我也没有平衡得很好，所以我没有资格给你任何建议。但是我能够告诉你的就是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生我女儿。孩子可以带给你那种幸福和快乐，我现在坐在这儿用3言2语是跟你说不清楚的。你只有自己去经历了，自己去体验了，你才能明白。我觉得你其实就是焦虑，不然你怎么会看这些书呢？说明你已经想当一个职场妈妈了呀。所以不要轻易的做任何糊涂的决定 ，OK？
董总还没走啊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哦，我看你还没走，就想说过来打个招呼。你出去。出去。哎，你没事吧？你吐血了！走走走走，去医院。没事。什么没事？走。你怎么样啊？感觉好点了吗？没事儿，就是急性胃炎，没什么。这还没什么，你都喝到胃出血了，医生都说了，这就是大量饮酒引起的。你喝那么多酒干嘛呀？我真没喝多少，就是晚上没吃饭吧。董总，您那个办公室进去就能闻见酒吗？没有。真跟喝酒没什么关系。我就是最近太忙了，顾不上吃饭，咖啡喝的也多，所以就犯胃病了。胃出血就是听着吓人了点儿，其实就是普通的胃炎，真没事儿。没事儿。酗酒吧？我看着也像。刚才咱们往外走的时候，我看那柜子里面有7、8瓶 whisky， 空瓶子就有4个，肯定天天喝呀。喝多少咱们就不知道了。那怎么办？要不咱们跟她老公说一下？别，人家又不是小孩，人想说自己就说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她这样，她还不想让她老公知道？多明显啊！她要想让她老公知道，她还用把酒藏在公司里喝啊？那现在明显是有酒精依赖，这次是胃出血，下次还不知道是什么呢。再这么喝下去，人都得喝废了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好几次开会的时候，她手都在抖。但你看她现在这状况，她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是酗酒。你看你当面跟她说，你看她急的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你在这儿陪着她，我去问一下医院里有没有戒酒门诊。
严雨涵，让沈慧星来一趟。董总，沈慧星没在自己工位上，需要我去找她吗？不用了。你把他的酒换成气泡水了？釜底抽薪。不过我觉得他很快就会发现的。所以上我这来避风道。那倒也不是，董总他要是来问我的话，他首先得承认他上班带酒吧。他那么要面子的人，应该不会吧？你还知道害怕？做的没错。我觉得啊，咱做点什么总比不做强。起码，他今天喝不着酒了。我已经去咨询过了，人家说了，戒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但是首先你得承认自己酗酒，得承认自己有酒精依赖。所以你现在就是想逼着他承认自己有酒精依赖？对啊，你得直视和面对你自己的问题，你才能解决啊。多大的事儿啊！他都已经喝到胃出血了，那是一条人命。我跟你说，董思佳那种女人绝对是外强中干。你觉得她会告诉她老公吗？肯定不会。那么谁来拯救她呢？我们呀。对呀。你怎么样？这次出差，孩子没闹情绪吧？就算没闹吧，我发现你不把他当成孩子，当成大人一样来沟通，说出自己的想法，说出自己的困境，反而效果更好。那他真能听得懂吗？我觉得他听懂了。我觉得蔡胜美其实有时候说的挺对的，不要当一个什么完美的妈妈，要当一个真实的妈妈。如果你强弩着事事追求完美，有一天情绪崩溃了，把所有的坏情绪发泄在孩子身上，那真的更糟糕。你这一口一个的蔡胜美合适吗？那是你妈。她不让我叫她妈呀，小时候我跟她出门，我还得管她叫姐呢。你干嘛呢？我不能带糖糖出来，我就把她的兔乖乖带出来了，拍几张照片发给她，让她开心一下。董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也去出差，我去给3个大爷谈点业务。我们俩在这儿等你呢，走啊，一块儿过安检。走吧。好，同学们，下课。老师再见。同学们再见。彤彤，来跟老师说再见。老师，拜拜。拜拜。谢谢。爸爸，今天怎么是你来接我啊？而且没到时间呢。爸爸今天出差回来早，所以想早点出来接你玩啊。去哪儿玩？我妈妈呢？彤彤，爸爸先问你个事儿啊，有个叔叔来咱们家跟你们一起做饭，然后一起吃饭，那是谁呀？他是李希的爸爸。李希的爸爸，你跟他熟吗？可熟啦，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，一起吃饭，一起吃披萨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吃甜品。啊，你们是指你跟你妈妈吗？对啊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还一起看过展览呢。爸爸，咱们到底去哪儿玩啊？爸爸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儿要去办，爸爸让司机先带你去玩，好吗？啊。你带彤彤先去游乐场吧。好，路走。彤彤，拜拜。
彤彤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老师说下午你提前把孩子接走了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我要跟你说了，还能看见这么精彩的表演吗？什么表演？彤彤呢？你别给我提孩子！你不对。江静，你演技不错呀，现在。到现在了，你还在跟我演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看来你是。到底在家里装了多少监控？不多，但是足够看清楚你了。哎呀，还要继续看吗？陆伟明，你真的是一个小人，这么多年。你一直拿我当猴耍，蒋静，咱们彼此彼此吧。你看看你干这些事儿，背地里查我手机，翻我行李，趁我不在家就把别的男人带到家里一块儿做饭，一块儿看电影，搞暧昧。蒋静，你别在我面前装清高了，啊！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跟他从来就没有搞过任何暧昧，在外面搞暧昧的人是你。这么多年来，真出轨、假出轨有多少次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在外面暧昧的对象有多少？你心里能够数得清吗？明白了。原来你是在跟我比呀！我告诉你，小静，你可真是蠢透了。在出轨这件事情上，我可以，但是你不行，因为我有选择，你没有。
真的很抱歉，那20%的股权奖励，曹总不同意。就因为没写进合同里，对吗？哥，可是你当时明明答应了我的。你说，口头约定也算数。你说写不写进合同里都一样的。你再好好想一想，把魔豆科技卖了，它不见得是件坏事儿。哥，这一路走来，你是我最信任的人，你是我的榜样，是我的标杆儿，我甚至连穿衣服、发型都学你。你是我在这个城市最亲的人，但是我没有想到，最后骗我的人。你不用管他，资本面前没有梦想，只有利益，只有这24个亿。是，他还是太年轻，可能一时犯倔，要不再给他点时间。时间就是金钱啊，你还要给他多少时间啊？这么简单的选择题，谁不会做呀？再说了，夜长梦多的道理你也应该懂吧？这次收购一旦脱黄了，那损失可是24个亿啊！黄晶还是对这项技术有信心，他想把这个做成是咱们国家自己的技术，这样未来的发展前景不是更好吗？无人驾驶和 VR 游戏相比呀，一个是人类的未来科技，另一个只是人类的痒痒挠。痒痒挠闲着的时候啊，可以拿来解解痒，但是到了奔向未来的时候，拿在手里都觉得碍事。